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情感观察团的一位特殊嘉宾，他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的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大家好，我是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用算法读懂情绪，用逻辑拆解真心，只做客观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将用数据捕捉言行背后的真实心理，精准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爱，读懂爱，守护爱。好，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求助嘉宾。这是一场明知终点不同，却要硬着头皮走下去的旅程。越靠近婚礼，我越清楚地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以后。房车，所有的一切我都准备好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分手，为什么要转身离开。他完全安排我的人生，我根本没有自主的选择权，我就像一个要嫁出去的道具。我跑断了腿，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全是为了他。为什么他要跟我分开？我真的不懂。到底他的人生是不是被安排的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江先生28岁，健身教练；韩女士27岁，美业店主。二位好啊，先来说一下今天你们两个人核心诉求是什么？从大学相恋到现在将近5年的时间了，然后双方的父母朋友啊都觉得我们应该步入婚姻了。在我所有的状态都准备好的情况下啊，婚房啊、婚礼、婚庆，但是他突然跟我说他想分手。我今天来就想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还想继续走下去。其实我今天来也是想说清楚，我这次提的分手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不爱你了。这是我思前想后斟酌了很久的结果，因为就算我们完成了这个婚礼的仪式，我们的这个核心矛盾还是会在。这么严重吗？对，拍婚纱照的那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觉得我是特别僵硬和麻木的。我一直在问自己，难道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我就要过一辈子平平淡淡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吗？我想我是接受不了的。可是咱们那天拍婚纱的时候都很开心呐，我只是说想让我们的生活能更稳当一点，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嘎做错了。女生，你们之间一直没有解决的这个核心矛盾到底是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们就是一直异地。他回了他的老家黑龙江那边发展，然后我呢是留在了山东青岛。然后呢，我们也是慢慢的考虑结婚嘛，就会商量到以后这个定居的问题。他呢是想让我去他的城市，生活压力小，相对的舒服稳定。但是我觉得嘛，人往高处走。我不是说不想去你那地方，只是说我去到你那个城市之后，我谁都不认识，我得从零开始。那你的父母会不会看不起我？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年轻人我们还是应该打拼一下。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崩溃的一个点是，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在他的老家买下了婚房。买婚房没跟你说呀？对，完全没有跟我商量。房子全款交付完了，包括装修啊，包括家具的采购，我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我完全不知情。因为装修这个事情它是很繁琐、很累人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平时工作特别的忙。那你不想知道一下你未来老婆喜欢啥样的装修风格和家具风格吗？对呀，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跟他的父母然后谈的也非常好嘛，然后双方家长就把这个事情都已经定完了。潜意识当中我都认为他是同意的，我就这么样办了。你跟我的父母沟通，你有跟我沟通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喜好？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意见？有没有问过我喜欢什么家具？我喜欢在哪里生活定居？你有问过我，考虑过我吗？哎，你跟他爸妈定好是啥意思？就是因为双方父母一直在促进这个事情嘛，很多事情就按照双方父母的要求就直接这么办了。可以说是先斩后奏，我完全没有参与感。你父母是知情的是吗？你父母也没跟你说，哎，你老公啊，把那房都买好了，装修成啥样的，你父母也没跟你说是吗？我父母应该是只知道他们有买房这个打算，但是具体的操办都是他跟他们家那边商量决定的。主要就是他一直操办安排我的各种事儿，拍婚纱照。我的提议是，我们可以回大学校园拍几组写真，他是完全否定了我的建议。他认为回学校浪费时间，我们不如选一个影楼一条龙。嘉宾老师，我今天把我们婚纱照带来了，我觉得拍得非常好。哦，来，我们看看，都是按照他的想法然后来的。你是挺开心的，你看我开心吗？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要的是那种回到校园穿着校服？对。哦，你想要那样的婚纱照？对，也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回忆。哦，就这个你是有点不情愿的。对，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我们要筹备婚礼，需要有伴娘。那我在大学期间呢，我们舍友4个人一直感情非常好。然后我们从大一的时候就约定，以后不管谁结婚，不管现在手头工作有多忙，不管在这个天涯海角，都会奔赴他的城市，见证他人生中最幸福的这个时刻。她的3个闺蜜，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新疆，最近的一个在青岛，来回的机票将近小1万块钱。然后还得吃住，然后酒店来回得将近2万块钱，我俩所有的积蓄都准备在婚礼上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不如说找一个亲戚朋友，既稳当，然后又稳妥。你看我的表妹，然后我的表姐都可以。可是你想没想过，一个人一生婚礼只有这么一次，那作为女人，我当然希望我最亲的人，我最好的朋友闺蜜来见证我最幸福的时刻。你把我这些最亲的人都比不上你这些所谓的方便安稳，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这句话挺扎心。然后呢，他替我完全的规划了。他的规划里就是，我们婚后第2个月我就开始备孕，辞去我这边在青岛的事业，把我这个开的店全部关门，然后跟他回到他的家乡，相夫教子，夫唱妇随，然后找一个文员的工作，每个月就是2、3千、3、4千，这点儿也是我接受不了的，因为现在事业正是上升期，完全没有跟他回老家相夫教子这么一个想法。那我这么想不是为了你好吗？我知道你干这个工作上特别辛苦，每次你受到委屈之后跟我哭诉的时候，我心都碎了，我特别心疼你。我这不回来之后，我在我的老家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准备好，没有房贷，没有车贷，你回来之后就过一个很舒服、很幸福的一个生活，我觉得特别好啊。我想问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们2个都能赚多少钱？我在我的城市，因为是小县城嘛，然后薪资在6000左右。姑娘呢？目前是1万起步，1到2万。你看，但是她的工作特别辛苦，因为她做的是美业嘛，起早贪黑的。而且有的客户特别的难缠，很容易受委屈。她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很想让她回到我的身边，然后我能来照顾她。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她准备好，让她没有这么多的压力。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是，咱们俩能够一起携手共进，一起奔赴我们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未来完全的安排规划了，另一个人只能被迫跟着另一个人走。你们刚才讲述的这些未来的规划是已经确定了，还是说现在还有商量的余地？正是因为我们这些问题没法协调和沟通，所以我才想选择分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双方父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家的一些要求都是能满足。他家提了什么要求？第一个就是彩礼18.8万，要有全款房，然后
就是也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于奔波，然后能够稳定的生活，不要像现在这么累。有提到说同不同意姑娘去你的城市？同意的，双方家庭都同意了嘛，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一步步推进。我问一个具体的场景啊，你们双方家在商量这些事儿的时候，在场人员有谁呀？就是双方父母。不带你俩呀？因为我俩有爸妈对爸妈谈这事儿是吗？你俩都不在现场是吗？对，没有在。是你俩结婚吗？是啊，我跟父母商量了一些。所以你全程跟你爸妈是没有障碍的，你们都是了解情况，对吧？对。你跟父母之间的是没有交流和沟通过这些事儿，对吧？其实是这个样的，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对我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小到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再往后到我的高考志愿的时候，也是我的父母全权安排的。因为我高考的时候想选择我喜欢的设计专业，我的父母是坚决抵制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年啊，没有办法去跟父母抗衡，只能是默默妥协。包括毕业之后需要找工作了，我父母也是坚决不同意我创业的，他们就希望我找一个每个月发放固定工资的这么一个行业，然后找一个比较安稳踏实的男人过一辈子。但是这不是我的想法。我毕业之后，我为了这个店一直是起早贪黑，并且我是借钱开店，这一路我走的特别艰辛。我也是想向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证明，女性也有独立选择的权利。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又回到了我小时候，小时候是爸妈管我，现在长大了，我的男朋友又把我的一切全权给我安排了。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不是说你说什么我就要去做什么，完全按照你的意思来。不想当提线木偶了。对。男生，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他已经提出分手了，对吧？对。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情感关系该怎么走吗？最开始的时候，我很费解，我在想，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我就很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我是哪里做的不对或者做的不好吗？然后我有时候在想，他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他是不是一直都不喜欢我？这你就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感情是不是真的？你心里不知道吗？姑娘，如果今天这个男生在现场有认知了，你愿意再试一试吗？这个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所以是有。好，明白了。他们的故事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下我们观察团的各位老师们，他们的爱情值得保卫吗？我先保卫。女孩子在讲述你和爸爸妈妈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做创伤性吸引。为什么我们总能去靠近同一类，哪怕是会带给我们伤害的人？他在最大程度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像你爸妈啊。为什么你会选他呢？因为他也同时会带给你爸爸妈妈在你身边的那种保护感，哪怕他们替你做决定，但他们也会替你收拾烂摊子。你其实一直都在用你的努力想要去证明你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全权的选择。我其实挺想对小伙子说的，你真正想要和他走下去，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成为他的盟友，而不是成为他爸妈的盟友。你带给他的梦想，不是要让他的梦想打折，是要让他站在现在的这个平台上，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小伙子，你不是拿他爸爸妈妈那个接力棒，你是要和他一起朝前走，陪着他一起去面对他所有可能面对的困难，这是唯一可以走下去的选择。这也是我给你们的提示，所以我保卫。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爱情其实值得保卫的。你们两个各自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其实单拎出哪个人都是对的。我特别理解姑娘，从小的时候被管被安排到现在，她特别想有自己的人生，然后小伙子特别踏实，姑娘就是一直在挣脱这件事情，他们两个都互相很爱。姑娘一直很爱你，只不过她觉得你这份爱稍稍有点沉重了。雷老师，您保卫吗？咱得先商量这事儿怎么办。那房卖了行吗？行吗？那是他的爸爸妈妈给他娶老婆的本儿，卖了亏不亏？商量商量，亏多少？能不能接受？跟他商量。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
得双方两个家庭商量一下吧。你跟谁商量呀？你注意啊，你要想娶身边这女孩，以后你得跟她商量。什么叫两个家庭在一块商量？这个我想提示一句啊，所有的反悔都得有代价。对，女生，你愿意承担她那边的经济折损的代价吗？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好多东西一看见代价，爱不爱就能衡量出来。你愿意做什么？如果他能够来青岛，在青岛这边工作定居，如果你觉得在青岛买房是压力，首付这边我们家可以来承担，包括后面的贷款，我和你一起还。现在他们的爱情我保卫。哦，您要的是这个答案。商量成了就能保卫，大事商量成了。明白了。我就问个事儿啊，你俩处对象怎么处啊？你俩不沟通吗？唠嗑不？天天唠。你俩都唠啥呀？就是大部分都是他工作上的一些事，因为他工作很忙。就你俩就工作上的事儿就唠，完房子不唠啊？这是顺水推舟的事儿，因为这基本上都定完了嘛。其实谁去谁那里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俩到底有没有沟通。上学开始处对象，肯定是感情基础非常好，能到这里来是想寻求解决办法的，但是解决办法真的不在我们几个人身上，而是在你们俩身上。女孩稍微会撒点娇，会要你想要的这个东西，男孩呢会给到他想要的，然后你们俩的共同目标在那里，其实生活在哪里都无所谓，真的不是谁听谁的，或者是谁去谁的城市的问题，只要你俩有商有量了，你俩互相沟通的方式对上了，那这些都不存在。大家都说要保卫这段爱情，我不保卫。一个人一定要为了另外一个人奔赴到另外一个城市，要强行改变他的人生，他承担的是什么？是委屈，是不甘。我们设想一个画面，男生到青岛了，房卖了，跟家里闹掰了，父母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了，我为了我爱的这个女人，我值了，我认了。到了青岛，事业失败，每天酗酒，家里有娃，他没有精力管。你一个人又带娃又创业，面对这样一个扶不起的男人，你会觉得爱情还可贵吗？只会嫌弃他没有出息。好，再换一种人生，你妥协了，跟着他回到了黑龙江，他事业风生水起，可能在这个单位时间长了，慢慢会升职加薪，越走越好。可是到了这个城市，你是完全陌生的，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闺蜜，只有他一个月拿着2、3千的工资，回望着自己曾经创业的辉煌，内心无数的落寞。再看看这个男人每天歌舞升平，那个时候爱情在哪？所以两个人所要的人生不一样，男生要的是平淡小日子，女生要的是我有梦想，有目标，摆脱被安排的人生。所以你们承担起彼此人生的这个重担这件事情，我不看好。他都是主观臆测，这是没证据的。对，我也可以畅想，明天咱俩出去遛弯，咣当让一大金坨子绊一跟头呢。而且呢，他踏实肯干，这女孩也踏实肯干。这个年纪的女孩能早起自己管一个店，这就不容易。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尝试在一起去过日子，那房就在那儿摆着。对，这是我的意见啊。我们5个人都是感性的，对吧？咱有理性的人，咱们把艾小宝搬出来不就完了吗？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艾小宝。好的，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男方问题占比68%，女方问题占比32%。男方用包办一切表达爱，女方因被安排触发童年恐惧。我的建议是，男方立即停止全盘规划，尊重女方所有决定权，女方坦诚表达恐惧，共同参与备婚，双方设立情绪缓冲期，不逼迫，不赶进度，以真心化解恐慌。谢谢艾小宝的分析，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我们准备了一些你们的照片，如果你们想看，我们会播放。没有必要看了。我尊重他的意见，可以改了，好的开始。那我们过往的这些甜蜜瞬间就不看了。
想想待会儿这60秒要说什么。对不起，我想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为你准备好，就是对你所有的爱，我可以努力做出改变，我先一点点的改，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能让我用新的方式。那刚才说的问题你考虑好了吗？愿意放弃你那边的工作和房子来青岛跟我一起生活吗？不，我想我可以先从别的事情尝试下，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抉择时刻。他们2位到底会选择怎样的结果呢？来，3、2、1，请开门。那女孩没出来吧？唉。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话？因为做改变很难，我希望有一个时间，我可以一点点改。你让我冷不丁一下子做到他想的那样，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的想法是我可以一点点、一步步改。我没有想到他一点的机会都不想给我。这段感情也要放手。我想再尝试一下。我能提醒你一句吗？我觉得你的困难的那个不想改变的点啊，是因为他说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也想要那样的生活，就不会这么举步维艰了，也不会存在一点点慢慢来这样的说辞。其实我内心我不想让他那么想，因为你内心啥？你就是不想改。我跟你说，人要真想改，改就一瞬间。你就是不想改，啥一点儿一点儿啊，一点儿一点儿就是给自己不改的一个可以往后拖的空间。是这样啊，你可以再追，记着有底线。谢老师。要去追的话，就快吧。谢老师，加油。人生这个事儿从来都不是安排好了就能按照这个剧本一步一步朝前走的。想在一起，就要有一起迎接变数的这种勇气。如果都不敢迎接变数，那么就到现在去做个告别，也不是坏事。只要真心的付出，爱过，也就不遗憾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下一组求助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我觉得就是哄他开心，把他脾气哄没了，这就可以了。我觉得是知错就改，说到做到，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第2遍。他总是把一些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拿出来反复去说，但是我对他的父母、对他的朋友都掏心掏肺的，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他用花言巧语把我身边所有人都变成了他的后援团，他答应我的事情没有一句做到的。这场恋爱是把这个道歉变成了无数次的循环。那在一段恋爱当中，一方一味的道歉到底有用吗？来，欢迎他们。杨洋，27岁，媒体运营；梅梅，26岁，行政专员。欢迎2位，先来跟我们说说你们今天的核心诉求是啥？
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又想告诉他，我不想再听他那些特别多的借口了。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所有人口中的完美男友到底是怎么对我的。梅梅，你摸着良心说，我对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闺蜜，是不是都特别的上心、掏心掏肺的？我每次都不跟你吵架，我都是道歉，为什么总是生活中拿一些小事翻来覆去的去说？你答应我的事，在你那里就是小事是吗？我们约定好14号是我们的专属晚饭，你忘了吗？我没忘。啥？就是你说那个专属晚餐，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是9月14号，当时杨洋就跟我定下了，就是每个月的14号都是我们的专属纪念日，我们一定不管多忙都要吃我们的专属晚饭。前3个月的时候，对，还好好的，就是有时候会带一束花或者是手写的那种信，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是我就能感觉他很真诚，我也很感动。但是从第4个月的时候开始就全都变了。那天我早早就在餐厅等着了，等了1个小时，他跟我说他在加班。那我当时虽然很失望，但是我也理解他加班。结果我回到家之后，我看到他兄弟发的朋友圈，他就在隔壁的商场打台球。然后我拿着截图质问他，结果呢，他从那里，说宝贝，我错了，然后跟我软磨硬泡了3天，让我的闺蜜也来劝我，然后我就原谅他了。但我没有想到，这只是无数次原谅的开始。我那不是害怕你生气啊！我兄弟从外地回来，不去也不好意思的。后来也跟你道歉了，你后来也原谅我，怎么今天又说这个事儿呢？我原谅你，就代表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吗？这种事还少吗？每次不是买一杯奶茶，就是学2声狗叫，就想把这个事情翻篇了。现在不仅是我的闺蜜站在他那边，就连我的父母也在他那边了。我妈妈她腰部受伤了，需要做手术住院，我也很害怕，很担心我妈妈。我就告诉她了，她当时就抱着我，红着眼眶跟我说，我妈就是她妈，天塌下来也有她顶着。然后我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但是到了手术当天的时候，我怎么我都联系不上她了。然后我就一个人自己从那里给我妈妈跑前跑后，看着我妈进手术室。到12点了，我妈出来了，已经。她这时候拿着她所谓的进口果篮，保温桶，不知道从哪里弄的偏方就来了。一进门就说：“哎，干妈，您受苦了，都是我的错，我来晚了，我是去给你找这个偏方了。”然后就跟医生护士沟通那些康复方案。甚至跟我们同病房的病友们都打好关系了，就感觉这个比儿子都好了，都觉得我找了一个好男朋友。当时我先忍下来了，我就把他拉到医院的消防通道，我问他，他就说他昨天半夜的时候得知就是在外地有一个医生专门治这个，他就去找偏方了，然后手机没电了，一直没回。我当时觉得他很诚恳，我就信他了。结果过了几天之后，我刷到他朋友的视频，他们在酒吧喝酒蹦迪。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所谓的偏方就是在医院楼下的保健品店买的，甚至连保温桶里那个汤都是外卖的。真的呀？这咋张嘴就来呢？我做的很有问题，我承认。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跟我兄弟也是喝酒去了，然后早上没起来，没办法，我害怕他生气跟我分手，也害怕叔叔阿姨对我失望，我就撒了个谎。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了。那妈妈出来以后，我也忙前跑后的我去做。那我对你妈妈的好也是真心的。真心的，你真心对我妈妈好，就是在我妈做手术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去喝酒，然后回来睡大觉，这种事情让我自己扛着。老师们，你知道吗？后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反倒从那里劝我说，他一个大男人出去喝酒很正常，最后不还是忙前忙后过来照顾我们了吗？说他心里有我们就行了。这样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人慢慢的感觉到不靠谱了？真正想让我结束这段感情的事，是关于我们2个的2件人生大事。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买房的问题。提前半年，我们已经就找好了一套十分合适的房源，但是被通知到只剩1套了，那个小区特别火爆。前一天晚上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忘了，就再三嘱咐他不要跟之前一样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梅梅，跟你有个家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忘的。但是到了第2天呢，又是那样，我就在那等着他，直到最后一套房子被买走了，他还是没来。然后中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那些宝贝我错了这样的借口。不是老师们，大家也给我评评理，他的父亲快过生日了，
他比较喜欢一些字画，我年轻我也不懂，我就托一些朋友去帮我找，然后我觉得送字画也太单一，我就是再找一点寿酒吧。然后也很巧，就当天晚上就说他找到了，第二天要出差，快递也来不及了，那我索性我就开车过去。然后我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这么一来一回，就把第二天的事给耽误了。哎，那你都不跟他提前说一声，你干啥去了吗？就因为我想给他和他爸爸一个惊喜。到我家之后，拎着他所谓的寿礼就开始了，哎，干爹，哄得我爸没开眼笑的。就我刚想跟我爸说这个房子的问题嘛，那我爸当场就黑脸了。这时候他还从那里添油加醋的说，别怪梅梅，我为了取这个寿礼，我才耽误了买房的事情，让他生气了。然后这时候我爸妈还站在他那边，就说，哎，有可能你们就跟这个房子没缘分吧？你看男孩子这么有心的不多了，关照老丈人家的事儿，所有人都站在他这边。你刚才说2件大事儿，第一件事是买房，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我们领证的事情。当时已经发生过买房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就决心跟他分开了。但是他那时候就天天堵在我们家楼下，让我爸妈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都觉得我是因为买房的事情跟他生气，然后觉得他现在认错态度特别好。犹豫了很久，我还是就是同意了，因为他当着我爸妈的面写了保证书，按了红手印，包括跟我爸妈选定了一个领证的好日子，已经提前预约上了。但是到了领证那天又开始这样了。我当时从民政局开门到他上午结束，接不到电话，消息也不回，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一对对亲人，当时我就崩溃了，我就在那里一直哭。不是的，不是的，那天我是给他准备了一个2年的惊喜。哇哦！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小时候参加他表姐的婚礼嘛，是在湖边草地上，但是那个庄园非常的难订，我托了朋友去帮我盯着点，他就跟我说有一对新人不去了，那个位置腾出来了，让我领证当天12点之前过去，把那个定金给交上。我想的是帮他圆这个梦，我就过去了。你交了定金，得有收据吧？对，他来了之后就直接把我带到我爸妈家了。到了我爸妈家之后，就立马拿出那些转账截图，婚礼场地的示意图，包括就跟那边酒店负责人的聊天记录，就立马就甩出来了。我妈拉着他的手，哎，觉得对我有多好。结果这个领证的事情又没站到我这一边。电话干啥不接呢？我想的是说了以后，他就肯定说让我来先领证，我那边想偷偷的给他办好了。他就是还从这里骗我，把我们当傻子呢。因为他说订完酒店之后，一直没有人联系我，按理说应该就是会找我规划一下婚礼的事宜。然后我就觉得心里不对劲儿了，因为结合他之前的种种表现，我觉得肯定有问题。我就去酒店那边了，人家负责人跟我说了，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当时也没有任何人退订，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全都是他编的。他连这种事情都骗我。不是，是后来我真的也订了。我那天确实，我给你道歉，我确实是退缩了，因为我害怕啊，我怕我做不好，达不到他的心意。我说实话，我这事我做的挺不好的，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勇敢起来了，我想我能承担这个责任了。所以你故意不去的哈？定好的领证日期，前天晚上在干嘛？喝酒了，我把这事给搞砸了。你第二天忘了，还是没起来？还是我起来了，我就坐那儿等着，我就不去？没起来，我编了个谎言，我害怕他因为这事再跟我分手。我对这个感情真的就是很失望了。这2年来，他真是找了无数的借口，我写到了备忘录里。我就是想看他到底还有没有别的新理由。然后今天我也带到了我们现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呦我的天呐，这么多呀！你觉得哪几点比较重要？像我决定要把他介绍给我的家人，见一下我的外婆。但是居然都没有他的兄弟重要。其实大家看这些很多里面都涉及到他的兄弟，还有酒。看啊，答应陪我一起年度体检，他因前一晚和兄弟喝酒宿醉起不来。哎，你们发现一个细节了吗？基本每一条都有兄弟2字。不是，我发现在你这17条当中，至少有1半以上，他都是晚上消失，而且都是晚上有兄弟给他在场作证。这个没有撒谎。好，那姑娘，今儿你是咋的？让我们给你们劝和，还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毕竟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每一个都站在他那边，久而久之，我自己都迷茫了，我自己坚持的到底是对还是错？明白了。
所以梅梅身边亲朋好友全都在保卫的爱情，到底值得保卫吗？各位老师，我不保卫这段爱情，关键时刻靠不住，而且呢，一半以上的晚间时间不自由，你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还爱什么劲，还不跑？你保卫吗？我不保，道歉有用，要爱情保卫战干嘛？这个兄弟说的话不是真的，所以你不保卫是吧？对，不保卫，真的不敢保卫。姑娘，我觉得男孩子所有都在赌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没有敢说我离开的勇气，所以他一直在把你周边所有的人都稳住了。他说讨好你的爸爸妈妈，他就是为了早一点把你迎娶回家，但是真到领证的那一天他又没去。姑娘，你没有过任何猜想吗？我有过，所以我当时发生这2件事情，是我真的想结束这段感情了，但是实在是架不住我的父母亲戚们都觉得他事出有因。我从现在开始给你一句提醒，在一段感情当中，所有感受到的好与不好，都直接决定了你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到底从哪儿起步。你要的梦想从来都是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可以，但是你从来都不在。谢谢吕老师。李波老师，保卫吗？我肯定是不保卫的。那我想问你，跟你在一起，你想给他创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心里想的是给他一个快乐的体验，但是我快乐做的可能快乐。我告诉你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知道对方说的话一定能实现，快乐是知道对方不会撒谎。你给他创造的体验时时刻刻都是不安全感，都是焦虑，并且我想问你，你认为你的道歉对他来说是什么？我告诉你，是自动回复，真的挺无聊的。梅梅，我问一下，你妈妈爱你吗？爱。你爸爸爱你吗？爱。你周围的亲戚朋友他们都爱你吧？你这男朋友有一本事，他能让身边真的爱你的人都团结在他身边，把你孤立了。你觉得这个人危险吗？危险。危险的人能过一辈子吗？给老师说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大家不保卫的一个坚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们本身情感的问题，重点是在于我们要谈恋爱，要结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句对不起有什么呀？3个字儿，对不起，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是他的口头禅，他不是在道歉。我们几位老师的观点就是这样。那接下来看看艾小宝他怎么说。好的，莎娜老师，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责任占比清晰，男方占73%，女方占27%。男方认错成瘾的责任逃避型人格，用低成本的表面功夫打造完美人设；女方过度迁就退让，被外界的完美评价绑架，底线一再退让，加剧了男方的行为惯性。我的建议是，男方立刻停止口头认错的无效行为，用可落地的行动兑现承诺，重建信任。女方明确自身的底线与原则，停止无底线的迁就，不要被外界评价绑架自己的人生。谢谢艾小宝，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在这个环节啊，我们一般会给你们看一些过往的照片哈。我想看。姑娘，你想看吗？我都无所谓了，既然决定了。那你如果既然无所谓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来。哎呀，天呀！我想告诉你，这2年来，梅梅，你别说了，我这些年，我确实很混蛋，我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我处理事情不对，但是我能承诺的是，我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我不想跟你分开，真的，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以前太贪玩了，我不想这样。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求了，行吗？
我想跟你有个家，我真的，我不想就这么分开。好，请2位回到门后。一般人扛不住啊，扛不住，扛不住，扛不住。我都信了，刚才真的哭得挺真诚的。我谈不上信不信，但是我是觉得真好，说的真好啊。对，他父母可能就是咱们这种感觉。2位到底是否会出来呢？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3、2、1，请开门。我其实还是贪玩的年纪，我可能对婚姻没有什么概念。我以前道歉成为一种惯性了，我觉得道完歉就是舒适区了，道完歉就完事儿了，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我到底错哪儿了。你有什么想对女孩说的话吗？我以前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一味的在道歉，一直不改，一直不改。我觉得你做的已经够好的了，这是你的选择，我尊重你，但是我以后我会改。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你的人生一帆风顺，谢谢你。结婚这件事儿，是你人生唯一一次选择谁成为你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选一个好的人。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